哎，不要拖了，进来进来。免礼免礼。陛下，这些……哎，曹大夫，这样问你，这个削去吴国、豫章、会稽两郡的诏书，你发下去没有？已经送到了。那吴国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？因为吴王刘濞最近不在广陵宫中，传诏的使者至今仍在等待。他哪儿去了？尚不清楚。朕就怕你这个不清楚。陛下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削藩，必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所以没有必要为此过分的焦虑，总会弄清楚的。这个什么事情都应该考虑在前面。这个周亚夫现在是车骑将军，全城的禁卫在他手里。朕还准备任命他为太尉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先帝曾有遗言，若有缓急，周亚夫可以将兵。臣也以为，现在是到了该重用他的时候了。这个，你真的这么想？是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咱们这盘棋也就活了。你知道朕现在在想什么吗？陛下是否还想启用另一个人？谁呀？魏齐侯窦婴。对，不过此人断不能用。怎么？他曾是吴王刘濞的丞相，他与袁盎一直过从甚密，他对削藩也一直持不同态度。那他总不至于帮助吴国来反朝廷吧？他毕竟是太后的侄子。曹大夫，朕知道你与窦婴在政见上总说不到一块儿去，可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越能容得下人，海纳百川嘛。朝廷用上一个能与吴王说上话的人，那有什么不好？他真能说得让吴王不狗急跳墙，那有什么不好？匈奴人是什么态度？大单于同意起兵10万，迁至城部使李广部。好，太好了！朝廷将重兵集结在北方边境，有大匈奴的帮忙，我看刘启拿什么来挡我们？对，诸位，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。如果匈奴人从北部和东北部施压，我们从南部向北进攻，就可以让汉廷腹背受敌。告诉你们个底儿，这个方案老夫已经构想很久了。我再和诸位谈一谈当前的形势和作战计划。我的意见是，南面衡山王军队占领长沙以北地区，然后西取巴蜀、汉中诸地，
我吴军主力直下徐州，由此进击中原。赵王从北面进取云中带据，与匈奴大军会师南下。胶西王、胶东王、淄川王、济南王，你们稳住山东大局后，应该首先攻占河间、河内，准备进入中原。我吴军将在徐州与楚军会师，然后与你们的各路大军组成联军，攻破梁国，剿灭梁王，夺取函谷关，然后直下长安。父亲，这么晚您怎么来了？您这么大岁数还出门呢？我一直在等你。您来之前怎么不派人先打个招呼，我好安排接您呢？最近这阵子实在太忙，我没能去看望您老。哎呀，我知道你忙。近一阵子，我耳边听到各种说法。您坐。今日我是特意从颍川赶来，为的就是要听你一句话。不知您老要听什么话？您有什么吩咐，必须面谈。您坐。爹给你跪下了，父亲。
吴王刘濞接诏。吴王刘濞接诏。这个诏是不是要学习我吴国的豫章、会稽？哼，只要拿得动，尽管来拿吧。吴王刘濞接诏。你在跟谁说话呢？刘濞，难道你要造反吗？我吴国的封地是高皇帝给我的，难道说削就削了？谁想削我的地，我就削他的头。真是对不起呀，就用你们的血来祭我的战旗吧，传习天下。我刘濞反了！大人，吴王反了，所有官员都被包围了。快走！给我上！就吕叛臣贼子，你知道羞辱吗？忤逆犯上，背叛圣上，仁德何在？你们狗都不如！给我全部上荒！立刻发出征兵命令，凡被征召对象3日之内自带粮食武器到各营报到。大王，征召对象年限多大？这还用说吗？寡人已60有2，仍要亲自挂帅出征。我的小儿子刚满14岁，也要从军。诏令国中男子，凡上与寡人同岁，下与寡人小儿同龄者，一律征发；有违令者，杀无赦。我胶西王平素待你们不薄，怎么样？就跟着我杀往长安，我送你们衣锦还乡。呸！呸！拖出去，斩！这个送给楚王，这个送给胶西王。等等，所有信使一个也不许走。这个檄文文案有重大问题，必须立即修改。大王，这个檄文的用语似不稳妥，请再推敲一下。哎呀，什么妥不妥的？寡人只是图个痛快，把这些年寡人受的窝囊气一下子全吐出来。说来说去呀，就是这个鸟意思，反他娘的！大王，这个檄文上说，今上无道，虐杀无子，削藩乱治，危害宗亲。若只为要报杀子之私仇而反叛朝廷，只怕天下人不归服啊！那你说该怎么写？小人以为这封檄文应该重点强调杀晁错、清君侧，而不能明言反朝廷。反朝廷就是反祖宗，很多刘姓诸王不会同我们一起干的。拥朝廷这个旗号必须打起来，要清君侧，要帮助皇帝，而不是反对皇帝。卑职建议，我们起兵的理由应当这样写：贼臣晁错，出身市井无赖，无寸功于天下，生性邪僻，弄权欺君，侵夺诸侯封地，离间刘氏宗亲骨肉，弃绝先帝功臣，变更祖宗体制，危及社稷，不外及匈奴，反煽动内乱，是为社稷，祖宗不安，神人之所共忌，天地之所不容啊！大王，好，那就只骂晁错，不问刘启。把所有的罪名全都扣在晁错一个人头上。好，就这么改。改过之后，抄100分，传习天下。大王英明。
陛下，臣来晚了。你怎么才来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守夜的士兵刚刚在渭河上发现臣父亲的尸体，臣为此耽搁了。是吗？这怎么死的？起来吧，起来吧。他为北臣担心，投河自杀了。真是祸不单行。你知道，天下大乱，莫非吴王刘濞反了？顺头，奴才在。先过来看看这个，他们的檄文。吴、楚、胶东、胶西、栉川、济南都反了，连赵国也反了，东越国也反了，其他的地方，郑泰也都在那里蠢蠢欲动。现在，北边的匈奴正在逼向我们的渔阳云中，南越国也不平静。现在不反的大国只有梁国、齐国，而吴楚的叛军正在会师。朕已任命周将军为太尉，统领全国大军。朕正要听他说说，你也过来听一下。臣以为，吴楚叛军目前攻击的重点目标，还不会是长安，而是阻碍其进攻长安的梁国和洛阳。那么这个梁国能守得住？梁国都城有高壁深池，城中有3万强兵。梁王早已着意备战，梁兵是天下精锐之师，梁城中储粮充足。最近又得到陛下调拨的战马、战车和军械补充，人数虽少，但足可以相持一段时间。那么我们能不能和梁国的军队会合，正面的迎击他们呢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吴楚两军来势汹汹，总数量20多万人，是我军的5倍以上，且吴兵早已在备战，士卒历练，加上财力充足，武器十分精良。汉军目前最能战的主力，都集中在长城边塞上，守备着匈奴。目前，臣能调用的只有细柳和坝上2支军队。细柳军车骑不足，不过2万多；坝上军人数虽然稍多一些，但主要是步军，车骑老化，且多年不习战事，军械弩箭也不充足，正面会战力必不敌。可是那怎么样才能拦住他们呢？第一步，先解决山东问题。臣率细柳本部车骑及坝上精锐部社3万多人，密除武关，保卫洛阳，以洛阳为大本营，稳定住中原。然后，臣亲率一支骑兵剑道出睢阳，入青州，引兵攻略向东，救援被围困于临淄的齐军，粉碎东路的叛军。那为什么先救齐不救梁呢？因为齐国兵弱势微，临淄城又小又破，必难久守。一旦被叛军攻下，整个山东半岛就都落入叛军之手。而且，胶东4国虽然兵多，但多数是乌合之众，不如吴楚兵强。臣先将他们击破，对吴楚将是极大的震慑。哎，这个想法听起来还是可以的啊。这个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先不顾梁国方面，先顾山东、淮北。这个想法要是让太后知道了，春头，这。陛下，臣明白，这个计划如能顺利实现，臣将从3个方面进行回击：东面、南面、中路，以主力之师围师攻击，围困梁国的吴楚主力。
那时我军兵力将大为增强，又称得胜之威，声势必可大振。而山东平定后，为良之叛军将陷入孤立之势，我军可以一鼓作气，将其合而歼之。听起来还可以。你的意思是，要以梁国吸引住吴楚叛军？你这个东面的、南面的、中间的回来，要多少时间？快在1月，慢则3月，3个月。哎，这，要么先给梁王交个底，让他无论如何坚守住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啊！兵法言：“置之死地而后生。”梁国守备充足，一旦被围，就断了后路。以梁王之刚烈强悍，被围之后必会死战拒敌。太险了，太险了！这要是梁国守不住呢？哎，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？陛下，臣已反复想过，当前敌强我弱，敌多我少，唯有这个方案是最有把握克敌的方案。臣以为，发动如此大的叛乱，7国之军没有统一的指挥，多数是乌合之众而已。且不说诸王各怀鬼胎，军事上不能够协调统一，各国的军制兵员利益分歧，早晚会使其调度失灵。速战速决，只能有利于敌人。我军的对策就是一个字：拖，拖死他。只要拖以时日，敌必生变。当前诸国叛军乘乱而起，泥沙俱下，有趁火打劫者，有虚张声势者，有浑水摸鱼者，也有隔岸观火、犹豫彷徨者。因此，陛下不可以为叛军一时嚣张声浪所迷惑。哎呀，再想一想，再想一想。一旦开战，繁华不再，百业凋零，就连宫门前的石壁鞋，只怕有一天也埋在荒草之间了。不毁掉这些坛坛罐罐，父王又怎能得到天下呢？哎，你不懂。哟，要不是晁错逼我，我何必与刘启兵戎相见呢？这一片繁华，也倾尽了寡人这40多年的心血。这。周将军安好。公公好。周将军来了吗？哦，启禀陛下，是周亚夫周将军。不必解见了，周将军佩剑着履入殿。谢陛下隆恩。臣周亚夫拜见皇上。大军就要出发了。太尉还有什么话要跟朕说吗？此次出兵，敌强我弱，臣深知责任之重大。细柳坝上所驻南北两军，臣调度起来没有问题。只是对各封国的军队，臣恐难调度。你指的是梁王的军队吧？是的，此次出征，梁国是棋盘上举足轻重的棋子，敌我双方恶战的焦点。臣担心，梁王不肯服从臣的节度。周将军，你身为太尉，当然要统帅全军。
其中也包括梁王的军队。周将军，这是当年高皇帝御用过的调兵虎符，后来他到了吕后手里。当年陈平曾窃用此符，调动了令尊周勃将军，平了诸吕之乱。文皇帝将他传谕了朕，朕现在将此符授予你。凭此符，你可以节度全国一切军队。有违令者，你有权做出你的处置。待平叛之后，臣当进奉承陛下。朕设了便宴，为太尉送行。请。浩浩苍天，佑我汉军！明明帝陵，助我神威！天子弑君，执法如山，聪明者赏，违命者斩！乾元3年春，汉景帝下令，各路汉军开赴平叛前线。但是，当最后一支汉朝军队消失在视野之外的时候，这位还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皇帝，对于能否战胜叛军，对于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，却还并没有真正的信心。来了，谁呀？皇上，已经到二门口了。爹，奶奶等您呢。娘，皇儿恭请母后圣安。你们娘俩下去吧。
诺。怎么您在生气呀？你的眉头怎么锁得这么紧呢？您看见我皱眉头了？老身看不见，是听见的。我听见你眉头紧锁着。过来，把你的手给我。刘启呀，沉住气。你是大汉的皇帝，不是小孩子家在玩游戏。既然要打仗，做皇帝的首要的就是心沉气静。真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，他们联手造反了。反就反了呗。唉，这脓包反正早晚是要捅破的，这天也未必就会塌下来。周亚夫的大军已经出发了吗？是。这个人用得好。天下危，注意将。娘今天还想为你举荐一个将。谁呀？你知道娘一直在生谁的气呀？不知道。可是今天娘要为你举荐的这个将，偏偏还是那个让娘生气的窦婴啊！真的？哎呀！皇儿今天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，还生怕您不愿意呢。这小子气人归气人呐，有用还是应该用的。是。皇儿叫人去找他了，他不肯出山。放心吧。他会出来的，刘启呀，娘希望你身边的能人越多越好啊。为的是不能成天只让一个晁错围着你转呢。你等着吧。娘，仗打起来，老三那边可是吃重了。您看，放心吧。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我就不相信我的两个儿子撑不起大汉这江山。好，现在朕的心定下来了，就打这仗。皇上，娘的意思是，能不打最好还是不要打。听人家说下的那道战书，没说反对你当皇帝，人家提的是诛晁错，清君侧。娘，皇儿多少年来想的就是要完成先帝未尽的遗志，打这仗，打胜这仗。将军们、士兵们，都说吴王反了，我就是反了。吴王千岁！吴王千岁！但是我反的并不是当今天子，而是要清除天子身边的奸臣。你们可愿意随我杀进京都，诛晁错，清君侧？大王千岁！大王千岁！启禀大王，楚王接到您的檄文后，杀了汉廷所置的相国张尚、太傅赵夷吾。楚王率领楚军10万已到阵前。
正向我军靠拢。好，来人啊！在，立即派联络校尉，准备引导楚军先头部队进大营，赏金1万两，把酒肉粮草也准备好。末将遵令。尹高，臣在。目前看来，各诸王有什么新的动向吗？代王檄文送达北方，胶西王大喜，杀死了朝廷派任的官员，正在整军备战。胶东王、淄川王、济南王、赵王等也纷纷杀掉了汉制官吏，均已派员联络我吴楚军队。为什么没有淮南王的消息呢？据报，接到代王檄文，淮南王刘安正准备起兵响应。其丞相张世之主动请求担任将军，淮南王就任命他为武威将军，统领淮南国军。但张世之一拿到兵权之后，却命令士兵紧闭城门，把淮南王父子软禁在府中。书呆子，窝囊废！听说济北王也被他的郎中令给劫持了。济北王因城墙坏了，尚未修筑完工。其丞相以安全为由，拒绝执行盟军出战的命令。是骡子是马，现在都看出来了。哎，尹高，齐国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齐王虽然收下大王的檄文，但他立即将檄文上报给了朝廷。如今他正在加固城墙，但究竟要对付谁，就难说了。齐王曾经允诺起兵，他的立场事关山东全局啊！你再修书一封，小以利害，叫他知道哪头冷哪头热。这恐怕晚了。胶西王已率兵到临淄城下，齐王紧闭城门，坚决不出。大王不如再施些压力。也好，你就带寡人再修书一封，要警告齐王，如果不举一兵，我就攻破他的城池。我军与楚军合兵后，我们的攻势将非常强大，足够用了。告诉胶西4王，他们的重点是稳住山东，不急于来中原和我会师。臣明白。报！启禀大王，楚王率先头部队已抵达城南，其10万精兵也快到了。好，这楚王真是条好汉呐！即使天下都不响应，只要我吴楚两军合力，何愁大功不成？来人呐，备车！寡人要亲自到城南迎接楚王。这是谁呀？进门也不脱鞋呢。窦大人，太后，臣在。窦婴，来，见过太后了。太后往驾光临寒舍，微臣愧莫难当。你呀，毕竟是你们窦家的人，朕礼贤下士不行，还非得要你们家老太太请你出山啊！陛下，朕这些日子来累死了，累坏了。啊，陛下，哎，微臣愿为陛下和太后分忧，臣万死不辞。魏齐侯，你这个人朕是知道的。人家呢是以威取信，你呢是以信取威。谢陛下。朕不是让你上阵杀敌，是让你给朕镇守洛阳大营。这是关东的兵马，财物源源不断，供给周亚夫。办到了。臣效命。好，来。陛下，等等。陛下，
陛下，臣想请陛下敏荐，建议启用2个人。谁？武必用栾布，文必用袁盎。栾布，为什么？栾布曾在高祖时候任过兵马都尉。他身经百战，虽然年事已高，但他毕竟威震关东。是。陛下，陛下命臣守洛阳，但陛下所能给我的兵力显然不足。如果陛下能启用栾布，那将会拉过来一大批关东豪杰，支援我军。可以，这个可以。那个袁盎啊，陛下，袁盎，他继承之后，任吴国的丞相。当然，晁佐大夫怀疑他对朝廷不忠而革了他的职，但这个人是个老谋深算的人。他表面上与刘弼相处甚欢，打成一片，实际上他的心对陛下、对朝廷却是忠心耿耿。他在吴国德高望重，他有一大批门生故吏，他对吴国的情况了如指掌。如果请他出山，他定可以收回吴国的世人之心。只是，说，陛下，晁佐大夫对他积怨太深了。朕知道。来。